朋友们，我是林国明，欢迎来到乐活岁月。今天我们聊一件关乎许多家庭安稳的大事，你的绿卡身份。最近几年，你是否感觉入境美国时，海关问得更细，眼神更锐利？这不是错觉，移民执法思维已发生根本转变。移民局正从处理纸质申请，转向追踪每个人真实的居住轨迹。他们动用庞大数据库，系统性地筛查一种模式。那些长期享受美国资源，却未将生活重心和贡献真正留在这里的人。许多勤恳守法的华人朋友，因不了解规则深层逻辑，或怀着大家都这样的心态，不知不觉踏入风险区，直到在入境时被拦下方才醒悟，往往已付出沉重代价。在乐活岁月，我们不做焦虑的传播者，只愿为你点亮一盏灯，清楚照亮那些易被忽视的陷阱。接下来，我们将彻底拆解移民局当前审查的核心逻辑，他们无处不在的天眼系统，你最可能在哪个环节被锁定？最重要的是，该如何行动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你安心，我们一步一步说清楚。在开始前，我想先请你思考一个根本问题：你认为永久居民这个身份，其永久的前提是什么？是那张不会过期的塑料卡片吗？不。移民法看的从来不是卡片本身，而是你与这片土地建立的持续不断的真实的生命连接。一旦这种连接在政府看来已经脆弱或虚伪，永久二字便随时可能被收回。这就是当前所有风暴的核心。让我们直面风暴眼。当前清查行动最锋利的刀刃，指向了福利依赖与长期离境的交集地带。用官方术语说，就是评估你是否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用更直白的民间说法，就是审查你是否在只要权利，不尽义务。这并不是说绿卡持有人不能享受合法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关键在于合规性、比例与意图。移民局着力打击的是那种系统性、长期性，且与居住事实明显背离的福利领取行为。比如，一位每年在美国居住不足3个月，没有实质性报税记录，却常年领取需要以常住居民为前提的现金补助的人，其行为模式就会触发最高级别的警报。理解是行动的第一步。为了让你有最真切的体感，我想分享2个经过隐私处理的真实案例轮廓，它们像2面镜子，或许能照见一些我们不愿直视的风险。第一个故事，关于一位我们姑且称为陈姨的长辈。陈姨早年随子女移民，持绿卡已逾10年。他在美国没有工作收入，生活由子女支持。数年前，因慢性病需要长期用药，他在社区机构协助下申请并获得了医疗补助。与此同时，他听说像他这样年长、无收入的人还可以申请补充保障收入，每月能有一笔可观的现金补贴，便也一并申请了。问题出在他的生活模式上。孙辈在中国出生后，他思孙心切，每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帮忙带孙子，仅在绿卡需要维护时返美小住。在他心里，这2个福利是他应得的权益，而每年来美住2-3个月是保持绿卡有效的正确方法。去年春天，当他结束长达10个月的离境，再次入境洛杉矶时，被直接带入了2次审查室。海关官员平静地调出记录，问道：“女士，系统显示您在过去36个月中，累计有28个月不在美国。然而，您持续每月领取的 SSI 是一项旨在保障美国常住居民基本生活的福利。您如何解释这种长期离境与持续领取居住依赖型福利之间的矛盾？”陈姨瞬间哑口无言，她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在后续数小时的压力下，她一度被引导至几乎要签署放弃绿卡的文件。万幸子女及时联系律师介入，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耗时近1年、花费巨大的法律程序，仅仅为了证明他没有放弃永久居住的意图。整个过程让他身心俱疲，最终全家决定让他主动放弃 SSI， 并大幅增加在美居住时间，才艰难保住了身份。这个案例的教训是深刻的，福利，尤其是现金福利，不是独立于你居住状态之外的附加收益，而是你向政府宣示你生活重心所在地的证据之一。第2个案例则展现了一种更系统性的风险。张先生一家5口通过亲属移民获得绿卡。初到美国时，他们尝试寻找工作，但因语言和技能限制，收入微薄。
在朋友建议下，他们为全家申请了力所能及的所有福利，父母申请了 SSI， 孩子申请了免费学校午餐、医疗补助，全家还领取食品券。短期内，这确实缓解了经济压力。然而，他们并未能如预期般在美国扎下根来。由于难以适应，加上国内生意仍需照料，全家在拿到绿卡后的第2年便主要返回中国生活，仅由父亲每半年来美打卡一次，维持绿卡有效。在他们看来，这是两全其美的策略，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全家的社会安全号持续产生福利领取记录，而海关的出入境系统却显示他们长期缺席时，一张无形的风险网已经开始收拢。移民局的数据比对系统自动将这家人标记为高欺诈风险群体，最终他们不是在海关口被拦截，而是直接收到了移民局寄往美国登记地址的出庭通知，要求他们出席听证会，解释为何不应因故意滥用公共福利及无意在美国永久居住而被启动撤销绿卡的程序。这个家庭面临的已不是机场的即时压力，而是法庭上需要严密法律辩护的正式指控，代价更为高昂。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深感困惑，并产生一个关键疑问：美国是一个注重隐私的国家，移民局怎么可能如此精准地掌握一个人的福利记录和全球出行轨迹？难道他们有权监控所有人吗？这就引出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第3个重点：大数据之网与跨部门协同，以使全景式监控成为常态。今天的移民执法早已不是依靠举报或随机抽查的孤岛作业，国土安全部旗下多个机构，如移民局、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与财政部、社会安全署、各州卫生与人力资源部门等，建立了深度数据共享机制。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在中国照顾生病的父母，待了8个月，在此期间，你美国账户里的 SSI 款项每月照常入账，社会安全署的数据库记下了每一笔发放。你返美入境时，海关的系统自动抓取你的护照号码，调出你本次离境时长，并与过去数年的离境记录进行叠加分析。同时，系统向国税局发送一个查询请求，查看你同期是否有足额的报税记录，显示你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你走到海关官员面前之前，他的电脑屏幕上可能已经弹出了一个黄色的警示标记，并附上一份简明的行为模式分析报告。你的审查从你递上护照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基于数据的精准打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审查具备追溯力，他们不仅看现在，更会回溯过去3到5年，乃至10年，寻找一个稳定的模式。一次短暂的离境加福利领取可能不会触发警报，但连续数年呈现长期离境、福利依赖低美国关联度的模式，几乎必然会导致严查。这便自然过渡到我们必须剖析的第4个层面：执法策略的焦点，入境口岸的终极压力测试。移民局深知，对于许多长期在美境外居住的绿卡持有人而言，入境时刻是他们法律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因此资源被重点配置于此，将海关变成了事实上的前沿移民法庭。这里存在一个极其重要却广泛误解的法律细节：离境超过1年，绿卡自动失效。这众所周知，但离境连续超过180天6个月，便已构成法律上可以推定你放弃永久居民身份的理由。这意味着，当你离境超过半年后再次入境，你将需要主动向海关官员说明情况，证明你超过6个月的离境是暂时的，并且你始终保持着将美国作为长期生活地的意愿。官员的问询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旨在了解你的实际情况。他可能会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你这次为什么离开这么久？你在美国的工作是什么？请出示雇主的在职证明和最近的收入证明。你的住所在哪里？请出示租房合约或房产相关文件。你的配偶和孩子现在在哪里？他们过去1年在美国居住了多久？你过去3个纳税年度的美国税表提交了吗？能否出示相关税务凭证？你是否正在接受任何形式的美国政府提供的经济支持？如果你的回答不够清晰，或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支持你的说明，例如，你无法出示工作证明，住所已经退租，家人均在境外，税表多年未提交，同时又承认在接受某些经济支持，那么海关官员可能会据此判断，
你已无意在美国长期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权启动相关程序，或更常见的，建议你签署 I-407 表格，即放弃合法永久居民身份声明。这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关键点，无论官员以何种语气沟通，或如何描述签字的后果，甚至暗示这是唯一选择，你都应谨慎对待，避免当场签署 I-407 表格。签署即意味着立即、自愿地放弃你的绿卡，且过程可能难以逆转。你应当表明，我要求行使我的法律权利，在咨询我的律师之前，我不会签署任何文件，我要求进入移民法庭程序。只要你不签，你就有权进入正式的法律流程，为自己争取时间和法律协助的机会。在分析了相关情况之后，让我们转向更具建设性的部分，维护自身权益的参考路径。以下建议虽不能保证结果，但有助于提升你身份的稳定性。首要考量，在福利与跨境流动间做出明确规划，避免同时处于两种不相容的状态。你需要认真审视自身情况。如果你正在接受某些经济支持，你需要立刻审视自己的国际旅行安排。一个基本逻辑是，接受美国政府提供的经济支持，与长期在美国境外生活，在法律和情理上可能难以兼顾。如果你的生活确实需要你频繁或长期离境，那么较为稳妥的做法是主动停止领取这些现金类支持。这或许意味着经济上的调整，但与可能面临的身份风险相比，这是值得考虑的选择。你可以咨询相关机构，了解暂停或终止的程序，并保留好相关文件，作为你主动配合的证明。第二项考量，精心准备并维护你的居住意愿证明材料，这是你说明情况的重要基础。时间是最有力的证明，尽量确保在任何连续计算的36个月内，你在美国境内居住的时间明显多于境外，尽量将单次离境控制在6个月内。如果因不可抗力或重要商业原因必须超期，务必在离境前申请回美证。回美证本身不能保证你入境，但它是一份向政府事先说明的，证明你离境暂时性的关键官方文件。第三项考量，建立多元、稳定、持续的在美生活联系。居住意愿不能仅凭口头说明，需要实物材料作为支撑。经济联系，保持一份真实的、有报税记录的工作或生意，保留所有收入证明、报税文件，维持活跃的美国银行账户、信用卡账户，并保持正常的使用记录。家庭与社会联系，尽量让直系亲属主要在美国生活和学习，在美国拥有或长期租赁住房，并持续缴纳相关生活费用。适当参与社区活动，如子女学校事务、社区服务等，保留相关记录。法定义务履行，按时提交联邦和州税表，无论收入多少或来自何处。这是永久居民最重要的法定义务之一，也是你与美国保持联系的重要体现。履行其他应尽的法律义务若适用，遵守所有地方法规。第四项考量，深入了解福利体系，区分不同类型，谨慎对待。并非所有福利都会产生相同的影响。通常，非现金的或针对特定紧急情况的福利相对影响较小，例如儿童享有的免费学校午餐计划、妇女、婴儿及儿童营养补充计划、医疗补助下的紧急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免疫计划、能源援助。而需要留意的，主要是长期性的，提供直接现金支持的福利，如喜、TNF，以及某些州或地方层面的类似计划。在申请任何福利前，务必详细了解其资格条款，特别是其中关于居住状态的要求。如有疑问，建议暂缓申请，先咨询移民律师或专业的福利顾问。第五项考量，认清当前环境，遵守规定，主动履行义务。我们需要认识到，移民管理正处在一个强调持续遵守规定的阶段。过往政策中强调的核心思想，即移民应自给自足，以产生持续影响。当前及未来的政策导向是对移民的贡献与归属进行更严格的审视。移民局甚至设立了专门的项目，对已批准的申请进行后续核查。这意味着，多年前获得的绿卡，如果当时存在未符合要求的情况，或在后续维持过程中出现不符合规定的行为，都可能被重新审查。此外，还有其他多项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同样可能导致身份问题，应予以避免。刑事记录，尤其是某些特定性质的违法记录，
可能直接影响身份状态。移民申请中的不实信息，任何在获取身份过程中的不实陈述，无论时隔多久，一经发现，绿卡可能被撤销，并可能面临法律后果。选举投票，绿卡持有人并非公民，在任何联邦、州、地方选举中投票均不符合规定，是可能导致绿卡被取消的明确原因。长期离境，如前所述，离境超1年原则上失效，离境超6个月需接受严格审查。为外国军队服役，在特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服役，可能被视为放弃美国居民身份。归根结底，永久居民身份是一份需要持续维护的法律身份。它的永久建立在持续且真实的居住这一基础之上。它要求你的生活与这片土地保持切实而持久的联系。最后，作为林国民和乐活岁月能给你的最恳切建议，当你对自身状况有任何不确定时，寻求专业法律咨询不是奢侈，而是必要的步骤。特别是如果你涉及长期离境、接受福利、美国境内根基较弱，这3重情况中的任何一个，都值得你进行一次全面的情况评估。一位可靠的移民律师可以帮你分析记录，评估潜在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规划或应对方案。如果已经收到移民局的任何通知，法律代表更是不可或缺。请记住，在移民道路上，最大的风险往往源于不了解与侥幸心理。规则看似复杂，但核心精神始终是诚实与真实。主动了解，严格遵守，积极建立你与美国社会真实、积极的联系，才是应对任何政策变化的稳妥方法。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像一枚指南针，帮助你在复杂的移民海域中辨识方向。如果你的朋友或家人中也有关似处境者，请将这份谨慎传递给他们。维护一份来之不易的身份，需要智慧，更需要集体的清醒与互助。在乐活岁月，我们下次将探讨另一个紧密相关的话题：当华人家庭中的父母持绿卡长期留华，而孩子作为未成年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独自在美求学时，会面临怎样的法律与税务考量？我们该如何提前规划，搭建稳妥的跨境监护与财务安排？敬请期待，让我们彼此扶持，乐活岁月。